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同样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Tyson 哥。那今天呢，准备跟大家分享一次乐嘉维林，一款呢是乐嘉维林的基础款，16年，Costco 也可以买得到的，但是现在 Costco 已经卖没了。那另外一款呢，是我们前些日子拿到了一款绿色盒子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它是一款2006年的。2006年蒸馏2021年装瓶的一款特别款，但是算起来呢，它只有15年。但是就是说它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单一年份的一个威士忌。就是说它所有的酒都是从2006年蒸馏出来的。对，它都是在这一个年份里面的。这个在威士忌里面其实算是比较少见。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点，就是这款绿色的，它有用 PX 的雪莉桶。对，有用 PX 雪莉桶去做了一个过程。先从颜色稍微浅一点。烟熏，一闻就醒了的感觉。对，我刚才说，我说刚才还没醒，你给我点醒了的酒，他就给我这个喝啊，好烟熏，就是它消毒水味和烟熏味融合在了一起。对，有点就是说它的那个平衡感抓得很好，就两种味道都有，而且它有那种甜美。这个是我喜欢乐嘉维林的一个地方，它不像阿贝只是泥煤，就你除了泥煤，其他的什么都闻不到，这个还蛮好闻的。还有跟史文贝的那个味道又不太一样，史文贝闻到的是那种真的就在海鲜市场里面闻到的那一种，就有点类似贝壳类的那种。它这个是收敛，我觉得它这个有点偏植物类的，就海里面那种植物类的。你一说我闻出了海藻的味道啊，对，有海藻那一些味道。然后夹杂着那个奶油的香气。一口进去就一个味道，你知道什么味道吗？泥煤，就是其他的味道全都忽略不计，一口进去就是泥煤，然后它其他的味道再慢慢的出来，一种甜呢、咸呢。其实我觉得入口了之后，其实它的烟熏味要大于它的泥煤的味道，而且它的烟熏是属于那种用那种木头烧出来的那种熏的那种味道，它不是说不像那种劣质的用纸烧出来的那种感觉，它是真的就那种对，那种很优质的那种木头出来的那个香气有一种在吃完烧烤的那种感觉。对，这个酒真的是跟阿贝和拉夫哥完全不一样。它的那个烟熏是有层次感的，是有变化的。它不是说就一个味道，就是说从入口到后面的尾感，它一直是有在变化的，有不同的层次给你，这很少有，这个真的太好了。它的烟熏是慢慢的一下子冲，然后慢慢的淡，然后但是到后面又上来一点，是，然后酒精感上，对，那个感觉很好。来，我们尝一下第二个，闻起来，为什么没有什么烟熏味？没有什么泥煤味。这款其实我觉得它的烟熏有点被那个焦糖味，包括它的那些就是说雪梨桶里面带的那个干果，它有带一点，就斯贝塞的巧克力啊，甜的那种杏仁啊，那种，就果干的味道会特别的多。就是没有烟熏泥煤味。其实有，因为我们刚刚主要是我们刚刚喝了一口，对，喝了一口这个之后，然后你就有点忘了这个味道。太猛了，这个酒，天！还是有一点点类似于那个板鸭的，就那种熏肉，然后又夹有一点点的感觉，有一点点的辛辣的那种味道。这个好喝，这个比刚才那个好喝。这个酒就是你闻的时候喝的时候，就是这个是奶油化开，刚才那个化的还没有那么浓。这个真的是太美好了。它的那个就是成熟果干的那个香气它其实跟那个泥煤就平行一直在走，然后它的那个果干带来的那个甜美，就完全就是说你不会觉得那个烟熏味很重或者泥煤味很重，然后那个只是作为好像一个点缀那样子，一个基准，然后包括它那个海盐的味道又在中和那个甜美，就是说解掉了那个腻，
就这个真的是可以一直喝。它后面那个咸啊，好咸啊，那个咸味。但是我觉得很均衡。对。其实我会想到那个，就想到一瓶非常好的拉佛格，它这个味道。它比拉佛格的高年份的要咸。就是乐嘉维林现在给我的感觉，就如果你让我区分阿贝、拉福格和乐嘉维林，它就是比那两款要咸。就你那板鸭呀，什么海盐、什么海藻的那个味道很明显。但是这个它的雪梨桶的那个甜美度，真的有给它加分了很多。就开始的这个，后面其实没有了。没有它的整体的，我觉得它包括它会给它整体的那酒体带来的那个厚度啊，增加了很多。就说我们跟这个旁边这个比起来的话，这一款的厚度，就是说它的圆润度，入口即化。对，那个是就在这一款上面它是没有的。前两天谁说的？我哪个朋友说的？吃螺蛳粉配乐嘉维林，然后下面的点评是：你是糟践了乐嘉维林，还是糟践了螺蛳粉？就是辣的配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其实没有，因为那个其实怎么说呢？螺蛳粉其实也跟泥煤味完美搭配，行。我们可以有时候试一下，弄一下臭豆腐。请导演给我们执笔，我们写下我们的答案吧。哦，你推荐哪款我忘记了。我也推荐这款，好吧，可以执笔了。这个可以。这个是能够集合了我对于泥煤味的威士忌的所有幻想哈，对，所有期望的一个东西。好了，你第一个选的什么？我刚才喝的第一个。这个我选的是2006年。那我这个我也选的2006。对，在它上面真的能喝到很多那雪莉桶。所以就是我们第一杯喝的是16年，第二杯喝的是2006。请导演帮我们揭晓答案吧。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答案了，我们的答案是正确的，就是我们第一个喝的呢是16年，然后第二个喝的这是这瓶绿色的2006年的乐嘉维林，它们的价钱分别是这16年 Costco 卖60多70，69。但是我听说 Costco 自从不卖这瓶酒开始，这个网上的价钱就直奔100、120了。就这款酒其实性价比真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Costco 能那么便宜，但是它这个绝对值100块钱，至少，对吧？值100块钱。然后这瓶酒呢，我们的售价大概是130差不多，130左右，加个税大概可能150吧。而且这个是一个限量版，你不是在哪个店里都可以买得到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乐嘉维林一款当被别人遗忘的酒的时候，它很少人会追捧这个酒。你不像阿拉福格呀、阿贝呀，一堆各种各样，什么10年、5年，什么漩涡。其实我觉得一个跟可能乐嘉维林它本身的一个它的产量，它也没有说特别的多出来。然后你看拿16年当16很多呀 ，Costco 卖的可开心了。因为这是它的基础款。他就做这么一款酒吗？对，他因为什么？其实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会拿一个16年去做基础款？因为一般我们很多威士忌酒厂一般都会选择12年，对吧？一般都会12年。他用了一个16年，其实就是说算是很多酒厂的里面的一个中端的产品。他拿它来做一个就是说起步的一个基础。它也没有高端的产品，你18、25、18没见过。有一些，但是呢比较少了。其实他那时候做这个16年的基础款，其实出于它的原因，其实主要是考虑说，因为乐嘉维林在艾雷岛来说啊，它最出名的东西呢是它的那个慢蒸馏，就慢发酵，对它的整个的时间它其实拉长了很多，就比其他的那个酒厂来说，它通过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其实它的整体的，就是说这一个优势，如果你是放在一个比较低年份的去的时候，其实它的优势是体现不出来的。还有它为了就是说让它这个酒体的优势体现出来，其实它也选择，你看乐嘉维林它基本上不会用一些很重的桶，其实说好像雪梨桶，其实它都很少会去用。然后它用波本桶呢，它也只会选择那种什么2手、3手，就没有什么桶味。它尽量少，就是说减少那个桶味对于它自己酒体的它的那个影响。这酒真的，这个绿色真的是太给力了。那其实这么说下来，其实乐嘉维林应该考虑一下，
可以加多一点点桶的影响，是不是？是可以的。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只是做了一个过桶了，它并不是说去做成年，它只是说在后面出来的时候用雪莉桶去做了一个过桶。所以现在其实乐嘉维林我们后面应该也会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他们有在做这样的一个尝试。我好期待高年份的乐嘉维林。对，就还行，挺好，很好了，我觉得真的做得很好。就是说我今天喝完，那我会去找这个酒，然后我会想要去买这个酒。对，前提是你喜欢烟熏泥美，对吧？我觉得雪莉桶的甜美在它里面也有。是，就是你这2款酒啊，其实比起来，就是2个价钱其实是差不多的嘛。但第一款呢，它就缺少了一些其他的甜美，它就烟熏太。但是其实就全都是那个。它那烟熏的，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去体会那个烟熏的变化什么的话，那这一款酒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对呀，它真的，你在其他酒上面你体会不到这个味道。我跟你说，这款酒其实是好喝的，因为上次视频做完了之后，大家看看还剩多少，我估计下次视频你们就看不到这瓶酒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哟。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记得给我留言。我们下次见了，拜拜。拜拜。